安出国之前呢，丢下了这个人事案。其实我们看到哦，已经好多媒体都在写各种的这种新竹市政府里面的一些人家可以说幕后啦，或者是说内斗也好。他说哦，这个蔡丽青跟高虹安早就貌合神离哦。其实呢，这个新竹的这个官员他们都觉得拆伙也不意外啦。这个部分稍后再请嘉欣来补充哈。这边我先让冠廷我们再来说明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人事异动真的是大风吹来，因为除了这个文化局长啦、副市长要走人之外，其实也有提拔了一些处长啊，有一些发言人也要升处长等等了。来这个部分冠廷再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补充一下，也更正一下我刚刚说这个前康明局长任内的时候他的机要呢有他们的发言人我刚才讲成施淑婷，不是在他文化局里面的呢，媒体所报道的这是徐千晴发言人另外一位啦大家应该也都有印象。那现在就传出有可能是徐千晴或者是其他人来做这个局长位置，所以大家想象一个状况，因为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务过嘛，如果我的市长没有很信任我，然后我的机要全部都是摆满市长，比跟市长更亲近的人，我随时都有监军在旁边看我怎么大展长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显示出也是高虹安的领导统御啦。接下来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在副市长被请辞的时间点跟状况也是非常的罕见。高虹安是要去日本考察，起飞前，证实跟发新闻稿说，对我蔡丽青要换人。其实这个事情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多的我不想讲了啦，我现在在国外了啦。这不是正常来讲处理，这蛮羞辱的一个副市长的处理方式。而且蔡丽青会离职，其实也是在上个礼拜就有媒体传出了，传得沸沸扬扬，新福师傅都不证实。结果在起飞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对，就蔡丽青。而且更狠的事情是什么？蔡丽青她还要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做代理市长来代理指挥官，领导统御整个灾变中心防灾，责任都他扛所以后来蔡丽青她难怪在脸书就讲嘛，说那个我们还是应该要把市民的这一些生命顾好等等。其实也显示出了是在对于高虹安不满跟他态度不高兴的一个铁则。对，是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冠廷有说啦，根据一些新竹市的地方人士讲的，高虹安好像真的在市府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人马。可是接下来这一位嘉欣，你给大家看看，瞎狼逼一个卡亲我们来看看，就是刚才我特别讲到啦，高虹安的这个男朋友这个李中庭呢，现在其实有被拍到说频频进出新竹市政府，而且私家车这个红圈圈画起来，这是李中庭的私家车，大辣辣的就停在这个公务车的车格里面。就萌姐，李中庭现在在新竹市，现在是有一官半职吗？安很不耐当安那田。好，那么新竹市的官员告诉大家，这是高虹安个人的私事啦，跟公务无关就不予评论了。好，该当安呢？来，嘉欣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甚至还有传出说，因为副市长空缺嘛，一下有人点名柯美兰，甚至还有人点说刚好柯林李中庭嘛来走。嘉欣怎么样看？我觉得其实要先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个人是对于专业的人才进到我们市府体系里面去，但是遭受到很多的政治压力，不管是来自外界也好，或者说有人认为是国家机器或者司法这样的政治压力，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发挥专业是非常可惜。因为我们回顾去看，当初蔡丽青去接新竹市的副市长，其实大家外界是非常惊讶，而且是认为是一段佳话，就是因为其实他是当初是在算是高检署这样子很强的法律背景，其实过去台湾政治史几乎没有听过有这样子背景的专业人士进去进入市政体系，进入政治圈来从政。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认为说，专纲去催呢，特地把人家找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认为说，高虹安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他很高傲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郑丽青他讲的是说，他被高虹安感动，愿意情义相挺去发挥专业。但是当然啦，我也必须说，这8个月我们看到新竹市政府大大小小有很多的状况，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检验前朝，或者是说跟在地的政治势力有一些对抗，有一些 argue。像比如说刚刚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新竹棒球场其实现在有一个我觉得平心而论啦，我觉得应该要先去确定它到底是弊案还是履约争议，因为这个就涉及到说前朝新竹市政府当初在验收的时候，它的工程有没有依照它的设计
计标案来做。如果没有依照设计标案来做，用比较低的标准验收，那才可能会形成弊案的状况。这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司法能够来去厘清不要有太多政治口水进去。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它会变成说一个是政治延烧风暴？因为大家知道棒球是我们台湾的国球，那当初魏全龙的教练跟球员其实对这个球场有很多的批判。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前一任的新竹市政府或现任的新竹市政府，包括高虹安市长都应该要严肃的来面对。包括说刚刚讲到高虹安市长的施政满意度，其实应该要比的话要公平一点，跟林志坚市长第一年比，其实他第一年的数字是比林志坚市长第一年37%还要高的，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参考。但是也必须说高虹安市长跟他的市府团队，我觉得受到太多的政治压力，这当然会对他的民调有一些冲击跟影响。包括说现在新竹市棒球场，这已经不是林志坚的问题了。我要很客观说一句，现在是高虹安的市政府，他要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漂亮的收尾，给各界一个交代。他现在已经是高虹安市长跟市府团队要负责，对，这现在变你的责任，尽量要减少相关的一些政治争议，像比如说你说停车、公务车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件事很简单啦，去看它到底算不算是市长的私人用车，它中间可能有个模糊空间。包括说新竹市政府现在是有人可能会认为是避重就轻，有人认为是大事化小，但是这个细节它应该是没有违法，但是社会观感不足，但是你就看到说外界不管是媒体或者特定的单位用显微镜在检视高虹安跟他的市府团队，我觉得也建议高虹安市府团队、高虹安市长应该尽量避免相关的争议。我们回到一个专业的科技的执政风格，这是当初大家非常支持高虹安市长的原因。大家只关心说我们的新竹市的棒球场跟我们新竹市政怎么样来往前推动。像我有看到新竹市包括民进党陈建民议员他的一些质询内容，我相信啦新竹市政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包括蔡立青当初愿意接下这个职位，但是他可能现在觉得太多的政治压力，包括有看到他的家人朋友其实给他非常多的劝告，说现在这个政治的风暴你不要顶进去其实你有更多钱多事少离家近非常优渥的工作可以做，为什么要来承担这个政治压力？所以我也有听到一个说法啦，其实说高虹安市长让这几位局处首长请辞，某种程度上是在保护他们，他要一肩扛下这样的政治压力。包括刚刚提到的文化局长他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剧团人嘛，不过嘉欣，但是他不太熟悉。如果高虹安是要保护这些局长局长怎么会说自己全身而退、安全下庄？我坦白讲，这个当然是他可能自己有感而发，我不确定他到底是在臭谁了，但是他有感而发，因为他这个安全下庄，他可能是在讲自己，他可能也是在讲别人，这个很难说。但是包括说那位文化局长的状况，其实我们了解到他当然是个优秀的剧团人，但是当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的专业人士，很多的他的文化界或其他地方法律界有所专长，但是他进到政治的圈子里面，你不是只要处理行政而已，有时候要有一些政治判断，或者说你要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我们了解，其实这位局长他在这方面的状况也是有一些，那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去发挥他的剧团专长，很多的文化行政的部分，包括前朝留下来的一些儿童馆相关的工程的弊案或是一些履约争议的状况，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也导致也是让他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找到专业，但同时能够兼顾一些政治判断、顶住政治压力的人才。这个新竹市府的问题温大哥怎么样来看？刚才嘉欣有说明，他觉得说，这个确实啦，高虹安现在有很多政治压力。不过你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些政治压力谁造成的？高虹安今天去卡那个官司，可以卡一条这个设诈助理费等等的事情，那没有人逼他，那个都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好啦，那现在这个副市长已经被请辞了，9月11号之后就要换人当。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到底谁要来接任？那外界有很多的讨论啦，包括说，这个柯美兰、柯文哲的妹妹，柯文哲的兄妹是不是不选立委了？要直接来担任这个副市长？因为呢，如果柯文哲出这一招，他既可以稳住这个他们在新竹的地盘，也可以当成民众党未来的政治筹码。不过，关于大家的猜测，新竹市政府还有这个柯美兰都有发布他们的声明啦，说这个都是外界的臆测是属于不实的谣言他们就不再予以回应了。不过，我想要请教温大哥的是，为什么大家会想到说，这个副市长如果没当了，接下来是柯美兰要来接？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的联想啊？是不是因为柯文哲真的把新竹都当成自己的地盘呢？我想因为柯美兰啊，她长期都在新竹服务她在这个台大医院也曾经干到主任，那口碑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哦，那是一个好医生，到底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好的民代？或者是去跳护旗队对，变成护士长的话，我是觉得几率不高了。应该就像柯妈讲的嘛，也给爱人的恭维了，因为变成好像民众党下面都被低赶快嘛，所以我相信柯文哲啊，他这个当时入主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我也去看他，因为是小学弟，那小学弟当然啊，他当时他其实他爸爸是反对他从政，所以在柯家里面他还是有内部矛盾。父亲柯成发啊，他很清楚，政敌不是咱不会去的，但柯妈很热，所以啊，到最后就是说，把陈唐山、黄石成、纪政，这几位大佬都请来，然后柯爸爸好不容易才点头了，启动选市长，结果果真被他拿下来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这个是一个惊奇之旅啦。那新竹本身其实啊，各位看到最近的纷扰很多啊，我不得不想起过去的老市长。所谓老市长啊，大家很多人都忘掉了，就是这一位施信中。施信中就是把新竹升格，那因为新竹升格之后，连嘉义市也连带升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国民党执政，他觉得说你新竹市无党籍来把这个升格以后，总要有个平衡，所以故意再把嘉义市也升格，同步升格。施信中本身，各位大概不了解，他是李敖的军师，李敖60岁大寿，点名由施信中来当司仪，当时我就很讶异，我说：“老市长，你那跟李敖熟？讲李敖写的文章真侪拢伊讲的，讲的李敖写了，哇，一鸣惊人。这一鸣惊人，其实各位要了解李敖本身啊，当然他最痛恨的就是说台湾的司法很多这一些欧罗巴贼，那这些状况啊，各位可以看得到说李敖本身他对于这个司法，他最有名的就是说你所不知道的司法黑暗，他把这个司法界啊，就是说判他败诉的法官啊，他全部都把它写到书里面，就有仇报仇，反正我让你名留千古。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当时为什么会找这个高检署的检察官？为什么找蔡立青呢？我想最重要当然是因为高虹安他自己知道他官司缠身。那你官司缠身，如果说我的副手是一个司法界的，这个跳槽，这个算是很大的翻转。对。然后他来的话，至少他是他的法律顾问，然后他在司法界至少有人脉，干到高检署检察官，没有3两3的，不可能，尤其是女孩子，所以他当了这个副市长之后，可能高虹安发现，好像他是秉公处理，他没有说因为你变成我的左右手，你会护着我，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可能就渐行渐远啦。这我的想法，当然高虹安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现在卡着就是说，你这样的把这个左右手，包括很多局处长，你要去日本的时候，一下子把他全部 fire 掉，叫他下礼拜不要来上班了，做到礼拜天，那很多人当然认为说，他现在去日本是为了考察这个大车站计划嘛？是说要去冈山大冈山，冈山。事实上，各位要了解，新竹火车站是新竹人的光荣。为什么？超过100年，而且它的姐妹站是东京火车站，并不是冈山。冈山是整个改革之后，那林志坚想要把它打通，学冈山的说前后站。那我们是新竹人，本身很了解吧？对。那新竹的后面，以前都是一些宿舍，警察宿舍啦，或学校的宿舍，或工研院，或食品研究所，然后就是18间山。那你这个打通了以后就有点像，各位可以想象现在的台中打通，台北
好，货车站以前你看那个都跟前站差多少？哦，也不要说这些，包括基隆现在也是打通，所以大概都是一个潮流了。那这个潮流啊，讲到对新竹是很有发展，但是也涉及到是，你这个车站打通之后，就变成是都更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啊，一下子很多人就觊觎。那觊觎之后，我想高虹安后面的金主啦，哦，不管是科技新贵吧，或者其他的，包括他的这些男友之类的，可能就像有点像那个，就开始在说，赶快要把这个绊脚石移走，然后趁他到日本的时候，而且台风来的时候，大家兵荒马乱，让他整个能够船过水无痕，但搞错了，这个是风暴的开始。真的是风暴的开始，大家接下来会更放大的检视哦。我再请明佑哥帮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副市长的这个玄学大概拢内有嘛，有很多人说，现在柯文哲可能也想要安插自己的人马，可是人家高虹安人嘛想要做自己人啊，因为如果这个关系不都好，真的怎么样了，他也希望由副市长自己来顶替嘛，可是柯 P 他也想要布局后高虹安时代，所以你接下来怎么看？民众党自己说不定就自己有一番厮杀。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新竹市的副市长安排，我觉得高虹安不会去太过问柯文哲，为什么呢？伊要自己来嘛，伊要自己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高虹安是柯文哲跟郭台铭交易下的成果啊。对，所以有两个头家啦。对，所以高虹安是以郭台铭还有薛明志为荣啊。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个关键人物，我刚才讲到了薛明志嘛，他一定去问薛明志说，不，宣爸，你要找谁来当这个副市长啊，才可以处理竹科的问题啊？他一定以这样子为前提嘛。但是呢，他把这个蔡立青换掉，其实很清楚啦。这高虹安的官司他自己知道在劫难逃啦，一定要去找一个可以符合跟宣爸、郭董双方利益的人吧。因为他当新竹市长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各位也要很清楚，他是科技人才，他认为说他可以把竹科的问题把它处理好，可以为这些企业做最好的服务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高虹安一定以这样子为优先考量。所以如果说从企业界跑一个出来当副市长，我个人都不会觉得意外。为什么？因为他一定会找一个专业的，然后去配合未来代替他的位置。可是各位要想。高虹安的政治是跟柯文哲连结的，他有可能去找柯文哲的人吗？所以你像之前传出柯美兰，我个人都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个吃相真的太难看了。对，所以这个消息真的会被讲话。对，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何而来，还是高虹安自己放的。但是很清楚一件事情，高虹安现在布局的叫做后高虹安时代。为什么？因为他可能7个月这一段时间。在官司上面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他一定去问过宣爸，你有比较主意谁吗？宣爸跟徐美凤也不错啊，那他可不可以呢？或者是其他人可不可以呢？所以高虹安他现在为的只是自己权胜，那不然你不他去日本，为什么连他脸书这个人事案他都不写？到目前为止，我刚才看，人事案他都没发表意见呢，一个字都没有提。对啊，所以。这些还在商量当中，但是大家相信我的话，跟薛明志有很大关键。来这个部分现在民众党的争议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等一下回来要来请教亮君啦，因为柯文哲柯主席自己的问题也不少。他过去曾经讲这个违建就是国家的耻辱。那现在呢，被发现说新竹的老家好像疑似有这个顶楼违建这样子的问题。现在柯主席要怎么处理？等一下回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柯妈妈的说法。休息之后马上回来。